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笔蘸一点点藤黄。那你一开始白色加少了呗，可能，对，颜色浅的话，就是你花头的白色少了就会发干，加点花青。你看我的黄色只是加了一点点就好了，就是我的底色里边压了一点点而已，我没有加很多，就我基本上加的不多，多放点花青。然后加点墨汁，一点点墨汁啊。然后呢，你看我们在这个花的周边啊去加叶子，就是你在加叶子的时候，你需要首先你得知道你这个叶子从哪来的，很重要。比如说我有一片叶子要加在这个角落里，对吧？加到这个角落里啊，你看笔尖儿点，你看，哎，大花配大叶，就是我这么大小的花，我叶子很小，它就不好看了。它一定是比较大的叶子，比较肥硕的叶子啊。对，水分很多，特别多，很湿，对吧？大花配大叶，我这个笔都小，回头我要画支大笔画啊！你看，衔接起来，对吧？衔接起来，我为什么要阴呢？对啊，为什么会阴呢？这个就很神奇啦，对吧？加一些特别小的这个小细枝子啊，太小了这个笔海，它为什么要阴呢？对不对？它也可以不阴呀。我换一支大的笔啊，那笔太小了。这个笔是5.5厘米的，刚才那是5.2。多放点水分啊，多放点水。你看我的水很湿啊，藤黄，蘸一下花青。你再多也不阴，对，阴了就翻车了。蘸点花青，对，大笔会好看一点。蘸一点墨汁啊，蘸点墨汁。你看我们这个叶子啊，你要怎么画才会好看啊？它要有穿插。你看这边穿插，我在这里再来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对吧？把每一个叶子给它穿插起来，偷偷控水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偷偷控水呢？你看不见吗？对啊，你们看不见吗？我怎么去偷偷的控？对，看不见吗？难道？你看好了啊，我这个笔啊，就蘸着这么就蘸这么多啊，我就蘸这么多颜料，对吧？我就蘸这么多，你看我就放这刮，你看啊，对吧？这个笔放这没动啊，然后你看我再放点这个墨啊，对吧？我还是没动啊，在你们镜头里边，对吧？你看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一片这一串叶子画好了，我要画一个朝这边的叶啊，这边这个叶子，你看笔尖点，你看侧过来，没有阴啊，对吧？也没有阴，是吧？天地良心啊！蘸一下墨汁，蘸一下墨汁，你看，对吧？在这个里边再刮一下就好。对啊，你看我再复一笔都没事啊，复一下都没事。就有的时候，就像你说的这个比例多少啊，它这个东西不好说呀。我跟你说控多少比例大概20%吗？30%吗？你用一个管子去量吗？你要明白了吗？这个没有办法去给你讲了。我说80%，你明白吗？对，它一个这个是控不牢的。你说这个比例我跟你说是80%，那怎么控嘛？80%拿一个东西管子去量吗？他做不到呀。蘸一下啊，花青，颜色不够了。
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叶子的一个组合很重要啊，一串一串的把它组合起来。对吧？往下压。其实你讲再多的技巧都抵不上你踏踏实实的练一遍，对吧？加一些比较细小的枝干出来啊！你讲再多了，不如你踏踏实实的练一遍。很多人一画叶子呀，总觉得没关系哦。那个哎，感觉我现在在练习啊，我随便配配色，或者我剩下的颜料画一画。其实你为什么画不好？你的时间都在你这样子随便中，慢慢就浪费了。其实浪费的是你们自己的时间呀。很多人就觉得啊，没事啊，这个花好像叶子没关系啊，这样那样的，浪费都是你们自己时间。真的，很多人都觉得叶子我拿剩下的颜料，昨天的或者前天的剩下一点，你这种态度怎么可能画得好嘛？对吧？就很多人就是等到后面发现的时候才晚了，他现在觉得叶子好重要哦，你晚了，一个控色都养成习惯了。加一下反向的叶子。对你，等你发现的时候，真的是感觉现在觉得叶子好重要。对，你看这样子叶子穿插的比较清晰一点，清晰。它是穿在哪里啊？穿在上面穿，对吧？让它穿在上面，是的，穿到上面去啊，穿到上面去。然后有一些叶子呢，你看啊，比如说我在这些周边的地方啊，你看我的颜色加的比较偏绿一点，黄色加点花青，颜色稍绿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再蘸一点点胭脂，蘸一点点胭脂。现在赶紧调整回来也来得及。这一边的叶子我加的比较碎，你看啊，因为我们画花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它最好是花呢是有深有浅，有浓有淡，有大有小是最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对，最好是有大有小，你看，对吧？你的叶子最好是大小的有穿插，它会比较好看，对吧？穿出来一个小枝干，往上挑一下，蘸点藤黄，加点胭脂，持续性的把那一片呢，你看全部是这种，你看小叶，小小的叶子再蘸点胭脂，颜色那一块比较小。对吧？你看这一片的叶子，这一边叶子都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的小的都是比较的小。然后在右边这一块加点大叶子，简单简单呀，放心好了。对，绝对很简单。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我会用铅笔来教你们的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点墨汁，放心好了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有一些老叶子怎么穿？它是在这个画面的，你看，这么大一片叶子直接加进来，对吧？然后你看回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叶子就比较大比较大。就是你在画的时候，这些叶子可以画的稍微大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。加一些大叶子你看，这通体的这一块叶子都是比较大，对吧？整体的叶子来说，它都是比较大的你看，甚至往上面走一走，对吧？上面这一块叶子，你看给它压出来压出来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少画点枝干了。
对吧？这样你就可以少画一点枝干。对，这个地方啊，你就可以少画一点枝干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叶子我们就是整一个去穿插，边画边加，边画边加，把它的叶子都穿插起来。花青蘸点墨汁啊，继续。整一块儿啊，都给它加起来，就6个盘。你看这一边叶子啊，它是一个往外面延伸的一个画面啊，你看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向外面延伸一点，多放点花青啊，持续性的把叶子呢一片一片给它画出来，对吧？一组一组，你看。对吧？一组一组的，这盘儿，你家没有吗？吃饭用的，对，吃饭用的盘儿，炒菜用的盘儿啊。你看，把这个叶子给它一组组给它捋上去，啊，整体呢，你看上面再修饰几个小叶啊，修饰一下啊，小叶子。就不要太多啊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修饰一点小叶子。没有，就没有啥专不专用的，能用就行。对，要充分发扬咱们勤俭节约的精神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再加几个叶子就完事儿了。下面这个叶子啊，加完之后我们可以画点枝干，加个鸟就行了。你看对，我比较湿，我用的比较湿啊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呀，你看加一大块叶子是这样下来的，先找一个折点，你看这么下来，然后你看笔尖点，看见了吗？对，你这个没事的，你只要这个稍微水分多一点不怕啊，不怕的。稍微控制的好，让它稍微湿一点就没关系啊。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也是一样，你看，注意你的每一个叶子的角度啊，要注意什么？大小不一的，就是你的叶子一定要做到大小不一，你不要每个叶子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，那不好弄。你看，点一下往上停，带小钩上去。对吧？穿插一些比较细的啊，比较细的啊，你也可以用我的纸啊，你也可以用我的纸。对，这个没关系的。对，你也可以用我的纸，对你用一下也可以啊。然后你看啊，我们继续的这个地方啊，我打算画一个小鸟。对，就是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准备加鸟了啊，加一个鸟。位置我得先给它空出来，因为我的这个鸟浮在枝干上面。对，我的这个鸟是浮在枝干上面的啊。大家看看这个鸟怎么画，我会先拿一支铅笔告诉你们它的一个基本造型。对，我会告诉你用铅笔给你打个基本造型。对，那喜欢我的话给我个小灯牌啊。这个铅笔有吧？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鸟好难哦。来看这里，我教你啊，怎么样把这个鸟呢画的不难？其实很容易的，因为我枝干提前已经肯定是这么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鸟，我有一部分它是藏在这个里边的，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画一个它的头部啊，我把距离拉近一点吧。对，我把这个距离拉近一点，让你们好学一点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这个鸟是这样子的。它是一个歪着的啊，歪着，大概它的你看身体大概就这么大啊，不大。
对吧？画一个小身体啊，对吧？画一个小身体，等以后没口罩了可以用一下我们的纸啊。然后你看身体的这个下面，你看啊，哎，头呀它是长在这个地方的，你看头长进去，跟葫芦娃一样啊，葫芦娃一样套进去啊，套进去。然后这个嘴儿，你看对着这个边上，你看，就是你用一个铅笔先起个稿呢，会比较方便啊，你画画的时候。OK 啊，看不见是吧？应该能看，这铅笔看不见。相思鸟嘛，没有，这幅图的名字就叫牡丹相思鸟，它的名字叫做牡丹相思鸟啊。一般啊，我们这蓝背啊，还有这种辣嘴啊，这些我们都可以统称啊，都能叫做相思鸟，明白了吗？这铅笔看不见，别急，我用墨给你们勾，好吧？啊，用墨线给你们勾一下，你们就看清楚了。不要着急，我会一个一个教。是的，我会一个一个教。首先，我们蘸这种老墨啊，蘸一点点，应该给它稍微吸的微干，就比较干的笔墨去走啊，太湿的笔墨是不太好走的。你看，蘸一点这个。对，就是太湿的笔墨就是走不了，尽量不要走得很湿啊。对，时间很宽裕。来看好这个鸟怎么画啊？谢谢。好，你看，在这边，首先呀，我会先画一个什么？画一个眼睛先。这样能理解吗？画一个老墨，就是你一直堆着就行，画一个圆形的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嘴巴，哎，眼睛对嘴巴，看到了吗？眼睛对哪里？对嘴巴。点小一点点。这样的一个鸟的基本雏形就完成了。注意了，这一条中间点这个线一定要拉长，就这条中间点的线，中间的这个绘的线一定要拉长，一定要拉长。然后你看啊，给它这样扫两下啊，扫两下，把它的整一个头部呀，给它堆的什么呀？堆成，你看，哎，堆圆啊，堆的一个圆形。这样简单吗？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对，听懂了吗？是不是这样整一个效果就有了？能理解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对吧？你看旁边这个身体，你看，哎，给它折一下啊，你看向下，因为我们在画鸟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注意一个细节，就它的头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穿过来啊，你看这个鸟就这样子的，就这样一个造型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它旁边眼角这个地方啊，它是有一个花纹的啊，你看它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块白色的花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有一块白色的花纹啊，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眼睛啊，你看朝这边，你看加一下，对吧？把这个眼睛给它加出来，这个不小，不要把它画的很大，因为它是两只鸟，它还有一部分被干嘛？被挡在里边了，被挡在里边了，不要画太大。它不小的，有一个大概是10几公分，15公分差不多那么长啊。
对，你看是不是视觉上比较小？你们还觉得我笔很小呢？好，加一个眼珠子啊，加好了。我把它撕直是的，你的耳朵咋这好使呢？你看啊，顺着这个边边上，你看点按过来，你看通过这种点压的方式，把这块干嘛给它压的黑黑的。眼睛周边记得留一圈。对吧？眼睛周边啊，给它记得留一圈。对，我就把它拆解的很简单，让你们去看啊。太难了，也搞不来了又。二宝，过来，快点！你这老捣乱了，怎么？下面待着。就这个鸟啊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如果是浮着的啊，它的造型呢，它就是比较的，它看上去啊，大宝也是只猫。这个鸟它如果是浮着的情况下呀，它就比较圆，看上去。对，它看上去就比较圆啊，就比较圆。然后你看啊，接下，你别在镜头这晃好吧？对，扭头看的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打算要加点什么？加点下面这块地方是加一个白色的花纹，所以你就不用管它，它头就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它整一块身体啊，我们用一个孔雀蓝或者是钛青蓝去染。我一般情况下，我就是用一个钛青蓝去染会比较方便啊，拿一支这种大笔，对吧？毛笔呢，加一点这个钛青蓝或者是花青，那都可以。来看好了怎么染的啊？你看，笔蘸一点我们的花青，蘸一点花青，你看。注意调色的时候，笔尖颜色比较深啊。你看，我们来进行一个颜色的过渡啊，过渡。你看，笔尖顶到哪边啊？你看，顶在这个地方，点按下去，看见了吗？去按压，染色明白了吗？就是染色。对不对？就把这个颜色给它染上去，画圆一点啊，很好。你看这个周边这个地方全部要把色染上，下面给它拍一拍，让颜色过渡的比较自然啊，衔接上去。对，让它的颜色啊过渡的比较自然一点，过渡比较自然一点。然后呢，拿一点白颜料啊，在肚子那一块扫一下。拿点我们白色的颜料啊，你看，笔蘸一点纯白色，这样的鸟简单吗？好学吧？是不是很简单？你看我们怎么加啊？它的身体是有点这样的是扭着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，加一圈白色啊，在这个地方你看，你拿个白色去过渡一下，再加个小肚子，这鸟简单哈。对。把它这一块给它，对，稍微凸显一下，很简单，比较简单。然后等它微干的时候，我们拿这个墨汁啊，等它现在用纸巾，你看用这个去吸一下，对吧？拿这个墨比较干的，擦掉一点，擦掉一点啊。你看两边都是黑黑的这个情况下，你看在这儿笔尖点进来，对吧？添加一些黑色的啊，黑色的这个，你看。角落里再加点，向里边啊再叠加一点，然后呢向下过渡一下这个黑色就可以了啊，过渡一下，因为它是
藏在上面。我们这个枝干得画在这儿啊，枝干还没有画，我们需要把它整一个都画出来以后啊，然后你看这个鸟画在这边，然后再画一只鸟啊。我们一般情况下画的是2只鸟啊。你看这个鸟在这边，还有一只鸟得画在上面。你看这边这个鸟，我就把它的头部啊画在这儿。这个鸟呢，你就不用画什么呀？这只鸟啊，你不需要去画它的嘴巴，因为它的嘴巴被遮住了啊，不需要去画嘴巴，它的嘴巴被遮住。你看这个头部啊，然后它的翅膀在这儿。就它的身体一定要画的圆一点，身体画的很圆啊，因为这个鸟它是浮在这个。对，是藏在身体里边的。然后下面呢，你就还是一样，用刚才用过这支花青啊，再画一点点。对，这样的形态会多一点点，沾一下花青。其实你把这个鸟拆完之后讲它也很容易。然后你看，这个身体啊是这样子的，笔尖点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对吧？把它按一下。也变样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样？就是想画成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子吧，准确的说，对，就是你想画成什么样你就画成什么样子，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，那样的人就不活了啊！咱们当代年轻人要灵活一点。对吧？加一点点这个，你看它的身体就出来了。两边呢稍微加深一点啊，加深一点，对吧？稍微加深一点，这个鸟就出来了。然后下面啊，加点这个白颜料啊，加点白色的，纯白色。你看。这个白色你看怎么加？你看像我这样去扫，扫下来，扫自然一点。你看也可以往上扫，也可以往下扫，扫上下扫，扫自然一点。你看下面这个地方，你看
扫点这个白色的，加一点颜色比较白的这个啊，去添一下，对吧？心情决定叶子，还好吧？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个叫花头决定叶子啊，是花头决定。然后你看它的嘴啊，你看嘴巴躺在这，那基本上你看这个尾巴跟嘴基本是相对的。你看，哎啊，加出来，这样会加吗？你加一下这个尾巴就好了。你看，再向这个地方点，对吧？简不简单？这个啊，然后这个地方你看。这样一个鸟就画好了，两只鸟，对吧？一个藏在里边，完了一个是弯着的。就你感觉看那一个觉得好奇怪啊，但是你把两个画上去，它就清楚了。那个脚一会儿我画完枝干再画，那个脚画完枝干再画啊。然后我们对中间有一杆，是的，中间你看其实不小的。其实是不小的，你看整一个画面里边，他们俩占的这个比例是够的，所以它不小。他俩一个看这边，一个看这边，没有对望，不需要。然后你看好了啊，我画一个枝干，把它们呢整一个贯穿在一起。枝干怎么画的啊？你看，笔蘸一下我们的赭石啊，毛笔蘸一点点赭石，蘸一点赭石，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儿。就是很多人在画这个，在画这个在画这个枝干的时候是画不好的啊。那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枝干要如何去表达啊。你看，拿一个纸巾啊。拿一点纸巾吸得微干啊，吸到微干的情况下，我们采用的是侧锋行笔。你看，它肯定是这样过来的，像这个地方你看啊，2、3、4，注意停顿用笔。你看，折，向里边走，对吧？穿一些枝干，你看。这样呢，它就停在上面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样它就停留在上面了啊，让它比较活一点。因为我下面有一串嫩芽，我还没有画呢。下面我要画一个嫩芽，让它长在那个地方啊。你看它整一个枝干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你看这种，对吧？一个嫩的枝干在这附近，是不是？然后啊，整体的把枝干穿插起来。开始进行一个串联，它俩画的怎么了？对吧？把所有的枝干给它串联起来，它俩特别好，是吧？我也觉得它俩特要好。蘸一下赭石啊，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啊，蘸一点赭石，蘸一点墨汁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树干，你看往上走，穿到这个地方去，点1、2、3、4。穿一点老干啊，老枝干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在那附近啊，不好，不会离得那近。你看啊，它俩呢，就是整一个枝干要把它给它穿起来，没有枝干的花就不活。你看，朝这出去一个枝。看见了吗？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穿一点这个枝干，穿到上面去，整一个衔接在一起啊，它的质感会好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周边这些地方还需要画一些老干的啊，因为这种老干肯定是不嫌多的啦，你多画一点它就比较好看，比较稳一点。对吧？多穿一些老干，它就会比较稳啊，
会比较稳。基本上你这样子这几组老干我们就够了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叶子的颜色啊，再加几组小叶子在周边啊，在周边，你看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稍微多蘸一点藤黄，然后刮干一点，然后笔尖呢蘸的是曙红啊。笔尖多蘸点曙红，然后你看我们在那个花萼那个地方呀，开始加啥呀？加点这个叶子，你看笔尖点按一下，看见了吗？所以说我说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留呢？我一定是这样子，要提前预判好，对吧？要预判好。物理上面那是，你们想象力好丰富呀！你看啊，这个地方点向下，1、2、3，对吧？给它往上面去穿插一下这样的小芽儿，哎，点到下面去啊，长到下面去，这是一组。好，顺着这个边边，你看，添几个啊小枝干，为了大家方便你们画画啊，我们就枝干就不加太多了，太多画不来了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点，哎，往下压，看见了吗？穿过来啊，穿过来一个啊，你看小小的啊，一个小花苞啊，小花苞就是小花萼啊，小花萼。然后整体的蘸一点我们的花青，不管是花青还是什么颜色，你蘸一点点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去修饰一下，因为整一个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，一会儿截个图就行了。对，截个图就能分清了啊，去捋就行。你看这些周边，你看这些叶子比较嫩啊，比较嫩。对吧？这个叶子呢就比较嫩啊，比较嫩一点。藤黄啊，来一点我们的曙红，你看，因为它的重点就在于这一边，它的重点啊就是比较稳的这一块叶子在那上面，那么剩下的叶子它是比较灵活的，在画面的另外一边，因为那边还有一个花头。你看这边叶子就处理的比较灵活啊，对，不要忘记给我加灯牌，对，不要忘记给主播加灯牌，你这明天还能找到我呢。你看上面这个角落里，对吧？加几个小叶子，对，来的就是你周边离花头比较近，它就会比较嫩。是的，尽量的啊，就是离花苞比较近的会比较嫩一点。70×70斗方的啊。对，你看这样基本上，哎，这一边的构图上的叶子就完成了，然后穿插一些啊细节上面的，包括这个啊，二宝在睡觉了已经，对吧？简单的把它穿插一下，穿插一下，他知道不要打扰我，他就知道啊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老干呀，哎，往这旁边走啊，往上面翘起来，然后呀，剩下的这个花头呢，我打算啊画在这个上面啊，画在这个上面，再画一个小花苞，画在这个角落里边。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比蘸藤黄稍微多放一点。不，对，我蘸点藤黄，然后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藤黄啊，蘸点曙红。怎么画什么呀？画它的小花萼啊。画到这个地方，
画颚啊，你看，早上不补，笔尖点一下，向下推一个，你看把这个缺口给它压出来，对吧？把这种缺口你可以给它压一下，两边尖尖的角加出一个，对吧？小画颚，这样一点我们的属红继续压啊，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嫩的这个枝啊，你看啊，哎，点1、2啊，加一个小小的枝就好了。我里边这还要加叶子呢，我都不管它了啊，留点空，我也加叶子。这个往下长，然后穿到这个地方去，对吧？穿到这个地方去，下面呢加个老干。沾一点我们的枝干啊，赭石，沾一点墨汁。你的构图一定要稍微的有趣一点，有趣一点。你看，稍微纸巾吸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你看，我们接下来这个枝干穿过来要怎么穿？从上面这样，你看，推过来，点一下，逆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给它逆推过来，逆推过来，向上，你看，给它把颜色衔接一下。啊，衔接一下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，他们俩一定是你看点折上去的，多折几段，折完之后呢，一点铜黄，一点铜黄，一点属红，画什么呀？画它的旁边这个，你看，画这个啊，让它长上去。让它长到这个老干上面，让它衔接起来啊，这样呢这个又是一个花苞，然后我沾点颜料把这个花苞画上。这个花苞你可以颜色画的稍微深一点啊，就是画这种颜色比较深的花苞，就刚才我们画的这种，毛笔呢稍微清洗一下下，蘸一下白色颜料。蘸一下白颜料，然后呢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多放一点点玫瑰红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对，颜色可以加的深一点，不怕的。然后笔尖蘸点胭脂，你看我们在这一边画的花头啊，颜色要比较亮，就是要比较的红一点啊。怎么样画会比较红呢？你看，首先笔尖对着下边点，往上按，对吧？笔尖朝下对着，然后往上加啊，加一个花瓣，蘸点曙红，蘸点胭脂啊。继续的啊，继续压，你看。通过这种压毛笔的方式压出一个比较红的花头，理解了吗？通过压毛笔的方式啊，压出一个花头比较红的啊，是不是这样看就比较12万了？谢谢大家啊！你看是不是就比较红？你看在这儿，笔尖再点再压，对吧？压一压，然后你可以反过来啊，你看把这个花瓣勾勒一下。这样一个花头向上沉，你看向上包裹，对吧？整一个花头啊向上面啊，对，整个花头向上包裹啊。对吧？基本上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可以了。这个花头不要大啊，也不需要很大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，在这个地方颜色比较红就可以。因为我们整一幅作品需要有颜色去压，有需要去压的。对，整一个去压它，它要有红有浅的。
这样就可以了啊。然后一会儿里边加一个那个蕊就好了，不需要把它加很多很多的就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加一点这个老叶啊，老叶呢加在这个下边啊，加在下边。加完叶子，勾个叶脉啊，这样作品就完成了。谢谢。你看这个叶子是怎么加的啊？就是你的构图一定要有比较完整，就会好看。好，蘸一下花青，蘸点墨汁啊，花青蘸墨汁。你看下面这个叶子是怎么处理的啊？你看，哎，在这儿笔尖点向上一下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叶子它一定是这样加的，这样加出来叶子它会看上去这个质感啊，它是那种叠加在一起的感觉，就是向上叠加在一起的感觉啊。你看朝这一边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4个花头是4个花头，对。但是它的这4个花头都是不太一样的，用色还有角度都是不一样啊。你看这个叶子，然后呢，有些叶子是往这个下边翻的啊，你看，叫思美图是吧？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墨汁，蘸一点墨汁，你看啊，整体的进行一个小修饰，包括我这个地方需要加一个特别长的啊，加一个特别长的啊，加到这儿，这个地方我加一个叶儿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对吧？加一个小叶在这儿，这个地方我再加一片叶子，对吧？再加一个小叶子，没事啊，有事就忙啊。好的。再蘸点花青，蘸一点墨汁啊，蘸一点墨汁，整一个擦干净一点。你看，旁边这里再来一片，给它覆盖一下啊，覆盖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下面这个角落里啊，我们再穿一片叶子，穿到哪儿去？穿到这个下边。你看这个地方角落里啊，你看点，但是不要太长哦。OK 啊 ，OK， 这样呢，基本上我们整一个叶子的造型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毛笔清洗掉，开始进行一个修饰。叶子开会啊，就没有开会啊，还好。它毕竟这个大小啊在这里，它毕竟一个4尺的作品啊，4尺斗方作品在这里，它再小不好看啊。蘸一点铜黄，对，它再小了就不好看，毕竟它尺寸在这儿嘛。然后蘸一点我们的胭脂。蘸点胭脂，然后你看啊，哎，这个朝这个地方，你看把它连起来，穿插一下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对吧？你看，对，大幅要稍微浅叶子的话呢，大幅要稍微的多加一点点，太少的话就很空，感觉整个画面太空的话就不好看呀。点一下，擦上来，对吧？所以说你整一块啊，这个造型，把它整一个布局调整，然后呢没有整体的没有问题的以后呢，我们呢毛笔蘸一点浅颜色的去修饰一下，蘸一点啊比较淡的啊这个花青淡花青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角上你看加一下，添一下下啊，你看藏在后边。对吧？添一些比较小的啊小叶子，这个地方添一添，上面的这个地方咱们呢也添一点这个小叶子啊，添一下。
就是你整体的去调整，对吧？哪里少了多了去补啊。因为整体的修饰，像这种稍微大点的，最好是放在这个叫画毡上面去修饰的。你看上面啊，穿插一些小细枝儿，对吧？穿插一些它就会不太一样啊，穿插一点。叶子是用小号，叶子用对那个5号链接的小笔画的，小笔你看加一些这种嫩叶。对吧？加一些颜色比较浅的嫩叶啊，整体的去调整一下。你觉得缺哪里补哪里，这个很重要。缺哪儿补哪儿，得加啊，得加，不能就没有，没有就麻烦，所以一定要缺着，找空。对，这个在课程里是的。蘸一下花青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这样呢画到这呀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蘸藤黄，这个鸟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在看这里吗？我告诉你为什么人家在看这，这里有一串芽，人家想吃。我跟你说，你看，蘸一下我们这个啊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藤黄蘸点曙，他想吃嘛，所以说，哎呦，因为他想吃，所以说你得给人家点，让他跟二宝一样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你看人家是这样的，一下两下，看见没有？就很细节了啊，很细节了这个东西，理解了吗？所以他为什么要转过来看？他俩其实都在看，好吗？对，他俩其实都在看，因为那里可以吃，对不对？没有虫就不加了，虫不加，就他那边其实想吃点搞点东西吃一下啊。对，这样基本上我们这张作品呢就画的差不多了，勾勒一下叶脉，叶脉的勾勒啊，我基本上是胭脂，就是看这里我用的是胭脂啊，胭脂，然后加点墨汁去画的，就是你们在画的时候一定是胭脂加墨汁，它画出来效果会比较好。就是稍微用纸巾吸掉一点，一笔颜色你基本上可以从头画到尾啊，从头画到尾。一会儿我画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些颜色非常薄的你可以不画，比如什么地方可以不画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一些这个叶子，你看这个叶需要画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先分出来。那些很薄的颜色我们就不画了，哎，好的，那些很薄的颜色我们就不画了啊，就是你看，就是特别薄的那种，咱们不画。理解了吗？特别薄，用赭石啊，用胭脂可以，赭石我没试过哎，我很少用赭石去勾叶子，我觉得颜色有点深，可能，我觉得用赭石勾肯定会颜色比较深吧，对吧？添加一些小细叶，大花头有25厘米吗？我的手有25厘米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二宝，二宝，过来。对吧？叶脉啊，简单的勾一下，啊，这个好勾啊，这个简单，而且它比较写意，它勾的是比较写意的，所以就是
太白沟啊？为啥？太白沟会很显吧？太白沟可能会很显，我觉得。然后把叶脉再稍微调整一下。叶子有规律吗？你只要不对称就行。对，你不对称就可以，你只要不对称就可以。这个没有固定的啊。然后你看蘸一点这个黑色，你看点一下，简单点一下，然后把这个酒给它加一加啊。它这个酒啊，酒用的是一个叫藤黄啊，蘸一点蜀红，藤黄蘸一点蜀红去勾啊，去勾，藤黄蘸一点点蜀红勾就可以了。你又过来啦？对，我课程已经，给你们改好了。对，课程给大家改好了啊，这个酒给它加一下，勾到里边。跟我一起叫相思鸟，姐姐们。然后呢，毛笔啊，清洗一下，这样基本就画好了。蘸一点这个绿色，蘸一点点的绿色啊，在笔尖蘸一点点的绿色，你看，给他的眼睛稍微加一圈淡色，对吧？加一圈淡淡的颜色。然后嘴巴我染的是黄颜色，黄色，加一点蜀红。对，我稍微给它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毛笔沾一点纯白色颜料，纯白色的颜料沾一点白色的。你看在这个地方我加一下，稍微多放点白色都没关系啊。你看，加点白它会比较亮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小花蕊没点啊，白色藤黄，加一点白色。这个地方的蕊呢就比较好点啊，比较简单的，这个蕊点的小小的就行。你看，1、2、3，你看啊，拉长一些，主要这个地方的蕊你得把它拉的修长一些，会比较好看。就可以了啊，稍微拉的修长，就是一个相思鸟啊在上面。藤黄蘸一点蜀红啊，藤黄蘸点蜀红，盲选，对，是盲选。好，你看加点这个小芽，对吧？添一些小小的芽就可以了。可以了啊，我把它拿起来，你们截个图。